好，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俄乌和谈破局进入倒数吗？今天要来看到的是这个时候呢，普丁其实是拒谈的，泽伦斯基这时候则是拉拢欧洲国家，战争现在看起来已经从这种前线的消耗战转为向本土大规模的轰炸了。今天也要请观众朋友一起来做讨论的是在留言区写下，如果您认为接下来会发生的夏季总攻全面引爆在俄乌双方的话，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不会，可以留言写2。好，我们今天来深入关心那到底这一场夏季总决战会不会来呢？因为现在俄乌双方都在大兵集结，包括了俄军集结他的兵力，准备扩大他的攻势；乌军则是频繁的打俄罗斯，他的本土还有他的补给线。下一波主战场会在哪里爆发？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包括了乌克兰跟俄罗斯在近期发动了哪一些大规模的攻势。首先，最新消息，6日，乌克兰它出动了大批的无人机。奔袭了超过1000公里，直攻的就是俄罗斯的第2大城，同时也是普丁的家乡圣彼得堡这边做了一场空袭，涵盖的目标包括了有炼油厂、油库、军事设施以及当地的海军基地。那我们看到呢，俄罗斯方面则是宣称说，确实乌克兰做了这一场攻击，不过他们也击落了140架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并且呢是首度的要求市民赶快在这个时候室内做一个避难。其实这对于普丁来说相当没有面子因为当时其实有100多个国家的人的一些高官等等在参加这一场经济论坛，也就是在这个圣彼得堡这边举行的这个经济论坛，没有想到乌克兰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攻击。那另外一方面，乌克兰的攻势还有摧毁了这个后勤补给，就是俄罗斯的后勤补给。从5月份到现在做了一个统计，超过200辆的军用卡车，30多辆的运油车都被攻击。再来呢，乌克兰方面也祭出了他们国产的75公斤双弹头的这个无人机，叫做巨兽，再加上这个神风无人机，重创了克里米亚，还有连接在关键物流枢纽的这座桥，这个叫做琼加尔大桥。它的无人机就这样子把一座桥给直接摧毁掉了。现在的关键会不会乌克兰要发动这一场攻击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普丁呢？因为普丁在前一天他直接拒绝跟这个泽伦斯基来对话，因为泽伦斯基希望能够对话结束战争，结果普丁拒绝，还说呢2个人见面他认为是毫无任何意义的。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方面又做了哪一些的攻击。首先我们要关心到是俄罗斯8日再次的出动他的无人机，攻击的地点是扎波罗热，造成2死15伤；另外一个地点在东部的哈尔科夫州，造成3死6伤。大家还记得吗？今年5月底的时候，俄罗斯出动是最大单日规模的这一场夜袭，当时造成了23死130人受伤，这种大规模的惨剧一共是出动了600多架无人机，跟发动73枚的飞弹。再来，它的威胁也直接导进了包括了在基辅的部分。5月底对乌克兰的基辅展开猛烈的攻击，当时还出动了真果树飞弹无人机，炸毁当地的民宅、商场、政府大楼，造成4死数十伤。我们看到天空也瞬间的因为这一场攻击而变成粉红色的。俄罗斯也呼吁这些外籍人士赶快离开基辅，因为他有可能要来打的就是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目标。干哥怎么看？目前俄乌战争夏季决战会不会正式到来？夏季决战的这个态势老实讲，越来越对普丁不利了我们要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你想想看，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应用到什么样的地步？4年过去了，虽然双方在这个题目上面大家都花了很多的心血跟精神，可是你可以发现到乌克兰，他真是精益求精，人家已经飞了1000公里打到你家乡了，普丁的家乡就在圣彼得堡，而当天正在举行圣彼得堡高阶经济论坛，普丁的前脚才刚走。为什么？这个经济论坛为期3天，然后他第1天来主持之后，第2天、第3天普丁本人不在，因为这是他的家乡嘛。结果在第3天的时候，乌克兰无人机打到圣彼得堡了，你就晓得说，如果连俄罗斯第2大城它都可以打得到的话，那对于这个俄罗斯而言的话，实在是有一些颜面无光。更加不光彩的事情是在这几天，大家看到
重创了琼加尔大桥。琼加尔大桥是，就说我们可能去过顿河畔去旅游的人就可以知道说，这是俄罗斯非常风光明媚的一个地方，它是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叫做琼加尔。这个大桥是等于是，就说你从俄罗斯本土你要进到克里米亚半岛，一定要经过这个桥，这是唯一的生命线。结果呢，俄罗斯就当然一定要加强它，因为它要怎么样？它要克里米亚半岛现在属于俄罗斯管控嘛，因为它已经把克里米亚半岛拿回去了。结果这次乌克兰竟然用了一种叫做巨兽的无人机。所谓巨兽没有真的很巨大啦，2公尺长宽大概4平方公尺见方而已，像这样大的无人机叫巨兽。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它有这个名号吗？因为飞机不大，这个弹头很大，因为它带了40公斤的弹头，以这么大小，跟我们这个桌子差不多大，结果它带了一个弹头是40公斤的高爆穿甲弹，后面再绑一颗35公斤的温压弹，就等于说40公斤跟35公斤，这么小一架无人机绑了75公斤的弹头，这个装药真的是太猛了，所以难怪琼加尔大桥被他这样子。但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大概解释一下给大家听，就是说，当这40公斤的弹头打中了混凝土的桥面的时候，你不见得能够使它真的垮掉，对不对？后面的35公斤的温压弹头再打进里面去，就可以保证它的结构会受损。所以这个技术，我们今天讲一句实在话，美国人也不见得有这么高超。结果乌克兰的独立第234旅他做到了。那所以说你可以想得到说，难怪现在我们都看不到战车在路上跑了。那请问一下，以后都是用那个无人机来解决问题吗？而无人机要利用到淋漓尽致，乌克兰军队真的做到了。现在还有个传闻，我们俄罗斯士兵一天要面对的不是1架无人机，是一个人要面对10架无人机。为什么？用大数据算出来了。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部队出了掩体会碰到多少无人机，我们算过以后发现，一个人要面对10架，所以你必死无疑。如果战争打到这个阶段的话，我不知道普丁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计策。虽然俄罗斯部队每天击落了上百架无人机，乌克兰就是做得出更多的无人机。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战术目的达到，可是战略目标仍然不能达到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这个战争应该要缓一下？不然这个夏季过去之后，恐怕两边都无力再继续进行这么规模庞大的战事了。好，所以这个战事在夏季持续的开打，会不会越打越严重？等一下我们请舰长也带我们看。那刚刚干哥其实提到的这个巨兽是来自于乌克兰的部分，那普丁呢则是出动了，刚刚也提到了嘛，极音速飞弹也都出来了，这个真果树，未来这个战场谁到底可以主导？那舰长又怎么看？俄乌战争的发展令我也很意外，其实令很多人都很意外，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北约主要就是靠美国，那川普要抽腿走。所以你可以看到，32个国家走了一个最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最强的，又付出最多的。当他走的时候，你就要第一个就31个国家谁来领导？所以当初所有人都分析，他会这个分裂，他会瓦解。那分裂瓦解，谁还再来支持乌克兰呢？所以这个战争只要美国表态了之后，基本上就结束了。乌克兰会很惨。可是像刚刚华干兄这个说的，的确这个转换让我们很意外。这中间除了无人机的转换之外我还看到一个东西，我知道说让我吓一跳。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出了很大的问题。2026年他编了一个中央政府总预算嘛，但是他也有预估，就是说我们能够收多少的税收嘛。所以2026年他的所谓的亏空，他已经先编了，知道说整年我们大概会亏空3.8兆卢布，这是他的这个经济的这规模。结果第一季结束，他们亏空就透支4.6兆，就是3个月，结果他亏空的是他整个年度就是亏空预算的125%，你就知道他经济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而现在呢，你就会看到所有大的载台通通不见了，
全是无人机，而且无人机哦，可能你们知道的还不是真正的数字。现在，因为我那天才碰到军方一个他们做的研究是比较真的，就现在每一天俄乌双方攻击无人机的总次数是大概6000、7000、8000架，那还不见得谁的无人机赢哦。那如果你是普丁，这时候会怎么办？嘿，他的确有他的方法。他怎么样？他5月23号，你们记不记得他打了一个榛果树飞弹？对，打得很远。然后打下来之后，结果是一个50公斤的实心抽，就打了一块铁过去。你看，你打这个干什么？嘿，它有它的战略意义。记住，榛果树啊，是打下来有6个弹头，每一个弹头再有6个子弹头是核弹。就好像我们今天围城哦，今天这城在这，我今天围在这里，对不对？我认为你的射程只有120公里那个弓箭，所以我站在150公尺叫啊喊，就一箭射到我背后250公尺，我突然发觉我的妈呀，原来我都忘了你还有这个东西，我们就会跑掉。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告诉北约也好、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你别以为我打不过你啊。你记不记得我还有榛果树啊？这个榛果树我装个铁，这个叫做什么实心的稠铁。我现在告诉你，你不要忘了还有这个东西。这其实他们都有他们的战略意义。好，所以看到这个连榛果树都出来了，让欧洲国家其实包括也还有乌克兰在内都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在政治上的谈判到底有没有一些进展，能不能达到和谈的效果呢？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普丁跟泽伦斯基各自提出了哪一些条件。普丁说呢，双方要和谈的话，现在他认为呢，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交集。他说俄罗斯必须要达到战略目标，我们才会停手。那这些战略目标就是他一开始所设的嘛，说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并且必须要撤出顿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跟扎波罗热。再来呢，乌克兰方面有一个最新进度，就是泽伦斯基跑去英国了。这一次跟3国的领袖会面，包括了英国、法国、德国3国领袖，他们提出了一个5大和平的前提。这5大和平的内容，稍微带观众朋友看一下，包括他说要全面停火，以现有战线作为谈判基础，获得长期安全保障，多国还要有维和部队进入到乌克兰，以及呢要求必须要持续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直到完成战争的赔偿。现在看起来各说各话，好像没有什么交集耶。上次哥怎么看？这是俄乌战争，其实在大家更关注波湾战争，因为那边有油嘛，有能源。其实确实在6月初的时候，其实又掀起一波高潮。但主要因为5月底的时候呢，乌克兰无人机去打这个卢甘斯克那边，把那个20多个小学生中学生弄死了。那其实这里头就造就了6月2号的时候，那普京其实的一个巨大的报复。都知道，其实把基辅还有全乌克兰地方炸得死去活来，大概出动了，大概打了到73枚飞弹跟600多个无人机，我是指俄罗斯这里。所以这是这一波6月初的高潮。真的炸的真的很恐怖。我看基辅真的是很多繁荣的地方，过去打了3年战争都没有损害的地方，这一波都被炸掉了。当然，乌克兰也有回击，但是最重要的是6月初，因为6月2号这波轰炸，6月4号泽伦斯基的写了一个长达1800多字的公开信。当然，他提出了先前部分说大家可以谈判在瑞士、土耳其，但是要美国、欧洲。好，这封信出来，大家一开始觉得泽伦斯基是不是要求饶啊？写那么长。1800字很多，结果为什么普京很生气？我自己看了里面的内容，1800字里头当然讲了很多东西，提出了这些条件之外，他竟然在里面说这个普京执政了26年，说普京年纪大了，讲了等等之类的。所以为什么普京会很生气的说绝对不谈？因为他觉得他说他粗鲁无礼，毫无诚意，所以而且是毫无意义，就是因为里面对于普京夹杂这个私人攻击，是好，所以这一波又变成这样子，大家又没有办法，真的好像真的有机会来谈和平。其实是这样子打下去的时候，其实还是都知道要打就这样续命高。俄罗斯现在不是这样，到他现在有可以卖油，而且现在跑去北京跟中国还是签了一些经济的部分的这个支援。但最重要的是乌克兰又拿到续命的钱了哈，因为现在的欧盟已经正式要拨给他先前预计的900亿欧元，600亿要研究军费，300亿是他们的民生财政。好，600亿里头最新消息现在是乌克兰除了他们在这次战争当中无人机就乌克兰搞起来的哈，带作战，然后全世界都看了。可是他最新宣布说，他要现在机器人，2027年要有1万架机器人要上战场。
看起来也不是吹牛的因为他们现在真的有足够的钱来开发，而且欧盟要开发这件事情，透过乌克兰，所以现在这一波6月2号的6月初的这波高潮打得这么凶，是一度好像可以谈判要和平，就最后呢还是各归本位，依然还是无解。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